大家好，我是法学院一名平平无奇且思维很多的法律工作者。前段时间跟朋友们分享了很多法学学术论文今天我们就不聊理论知识，讲讲实务。想必朋友们都知道且不说国外索尼的地表最强法务部，在我们国内呢也一直流传着很多企业不败的传说。具体是哪些企业呢？作为一名严谨的法律工作者，我当然是不知道。我只听说过一些花名，但花名具体指的是谁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弹幕的朋友们，我们来玩个游戏，就是我说这些企业的花名，如果你知道他是谁，你就把他的企业名打在公屏上。好，我们话不多说，游戏开始。Ready go！ 首先龙岗无敌手，其次南山必胜客，接着海淀不倒翁，最后一个是什么？是贵州女武神。听起来确实厉害。这些企业似乎只要你打官司碰到他们，那你用我们四川话来说就是找的菜。而且我看了一些统计机构的数据，发现讨论和统计大厂胜诉率的有很多，不过讲真里面很多都不专业，有的呢数据甚至出处存疑。经过筛选呢，我找了份相对专业的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数据分析报告。这份报告呢是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做的，里面对一些知名企业的胜诉率进行了统计。根据这份报告其中在2020年阿里的民事案件胜诉率是 82.31%，腾讯呢是 92.42%， 华为呢是 93.41%， 网易更是高达 98.44%。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字节，大家都知道去年字节和腾讯合并的时候字节也没有少含沙射影，腾讯是南山必胜客，但想不到你这浓眉大眼的胜诉率也很高也高得离谱比如说18年的时候就高达 95.12%， 比该年腾讯的 86.59% 呢高多了。言归正传，大家取绰号归取绰号呢，互联网大企业的法务部真的有那么厉害吗？作为一名也给一些大企业服务过的律师我先抛结论，不一定。甚至呢，只要你找准方式，没过法考的法学生也能告赢这些大厂，并且大厂作为被告，胜诉率呢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大家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真有例子。诸君可能有所不知在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呢，有一个学生社团叫做互联网法律法研中心。这个中心里的学生们呢，这几年在他们的老师郭斌的带领下，已经起诉了西湖湖滨银泰商城、中国知网、腾讯等好几家大公司。比如说2021年8月，社团里的2名大二的法学生呢就起诉了腾讯，其中一名同学认为微信对关闭个性化推荐的操作设置有效期就侵犯了他的个人信息权益，所以呢他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主张腾讯构成侵权。而和他一起起诉腾讯的呢叫张宇翔，是他的同学。接着呢就在他们起诉2个月后的10月31日微信新版本更新，他们就发现微信关于个性化推荐项目的内行提示6个月后到期的红色小字就消失了，发现了大厂可能存在的法律错误，然后起诉。接着呢大厂在收到起诉状后马上改正了错误。2个大二的小朋友呢，在刚刚踏上法学学习的路途上，就给自己增添了值得分享的一笔，让我们呢为他们点一个赞。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老师郭斌此前即为杭州野生动物园人脸识别案的当事人，该案呢曾被最高法院央台就评为了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10大案件。郭老师前段时间呢也亲自上阵起诉了知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督促了知网的整改。他们这既是在学以致用，也是在为众人报信。所以为什么看似战绩喜人、声名在外的地表最强大企业法务，在竞技的法学生面前也会选择退步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原本就不是无敌的。至于他们的司法数据为什么这么漂亮，其实呢也没有那么多阴谋，全是阳谋。在业内人士看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大企业注重合规，也不怕大家说我洗地我可以非常坦率的说，越是大企业，尤其是上市企业，合规呢总体就越是比小微企业做的要相对好一些。合规做得好，真打官司就相对没有那么容易输。什么是合规呢？简单来说就是守规矩，让公司行为呢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可以这么说我印象中从18年开始到现在，就有2个法律产品是卖得特别好的，一个呢是破产，另外一个呢就是合规。HR 对劳动法合规很感兴趣，而领导对刑事合规很感兴趣。现在互联网企业对信息合规更是高标准严要求。像我们刚才提的浙江理工2位小朋友起诉的案子其实就事关信息合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大公司来说他们现在想的最多的已经不是怎么赚更多的钱了，而是如何持续健康的经营，后者呢只有合规能做到。比如滴滴数据不合规下架了多久，再比如此前的拼多多解除劳动合同不合规，事情闹得有多大。
现在00后已经开始整顿职场了，企业如果不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不依法办事，那事情传出去，损失的可就不止那几万、几十万了。今年大厂们不是一直在搞优化、搞毕业吗？我看了条新闻啊，据说腾讯有的部门与员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给的是 N+3。N+3 是什么概念呢？比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还多给了至少2个月。我给你做道题，如果你只在腾讯工作了7个月，腾讯和你解除劳动合同，按这个政策，你要拿多少补偿呢？4个月工资。这事儿如果发生在小公司身上，有一说一，别说给你补偿了，有没有给你缴社保都还不一定。我们团队啊，之前给上市企业做过辅导，那流程从财务到法律到股权到员工社保，都得挨个正规化，流程走规范了，合规做好了，后续有纠纷，理就直，气就壮，除非哪位领导自己作死啊，不然发生纠纷就不好输。第二是在合规的前提下，大量同质化的胜诉案件膨胀的胜率。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啊，一家公司再怎么大，他们平时的纠纷啊都是比较集中的，主要打的官司也就那么几类。在他们做好合规的前提下，这些批量案件啊就把胜诉案件的绝对数量扩大了。具体到互联网企业，知识产权类的案件呢，就占了互联网的绝大部分，而这些企业肯定是对此做了充分的法律准备的。比如说某众所周知的无人机企业啊，光是我所知道的，他们一年花在知识产权管理上的费用就有好几千万。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啊，抖音购买了一个歌手的专属音乐版权，然后他发现啊，有很多杂七杂八的平台未经权利人授权就擅自将歌曲上架并牟利，所以问题来了，抖音能不能告？当然了啊，这种送人头的官司一告一个准，有多少告多少，因为他们啊是花了真金白银买了有关版权的，受法律保护的，而其他平台没有，就这么简单。这时啊，如果赢了，竞争对手骂他们是海淀不倒翁，可不可以呢？可以，但仔细一想，确实就是干人家赢啊。再比如刚才提到的政法大学的报告里啊，有3家机构分别叫英注协、英集协和视觉中国，他们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胜诉率都超级高，动辄就是100%，真是当之无愧的逢官司必胜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种同质化的案件膨胀了胜诉率。第三啊，就是法务团队自己会通过调解、撤诉等手段控制胜率。这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法务也是打工人，也是要给领导汇报工作的，汇报好坏、数据优劣，事关自己的年终奖，那肯定是怎么漂亮怎么来。所以你会发现啊，对于我们此前说的同质化的案件啊，他们拿这些刷战功去做好汇报工作，自己开心，领导开心，股价也开心。而对于诉讼风险较大的案件，他们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力促调解或让对方撤诉，因为调解和撤诉不算输啊，所以他们会指导公司怎么做呢？像那些自己改了就完事儿的问题，不用等法院开庭判啊，我先改，我先跪，让法院判我可判。像我们刚刚介绍的郭斌老师告知网的案子啊，他最后就因为诉讼目的已经达到而选择自己撤诉了。第二是对于一些比较重要非同质化的案子呢，法务团队的法律研判会做得相对细致，当然了，他们对结果也会非常敏感，会赢还是会输，开了1-2次庭啊，从法官的庭审态度，问了哪些具体的问题，专业人士呢基本上对案件结果呢就能摸个七七八八，如果确有败诉风险啊，那就主动找对方调解。商业社会里啊，除非真的杠上了，不然没有那么多认死理的人啊。打官司只是手段，归根结底呢是要解决问题。双方只要能协商把问题解决了，那一纸判决就没有那么重要了。第四是大企业，很多时候是甲方，甲方天然在合同关系中啊就占据有利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甲方找你合作，利润高额而稳定，你愿不愿意接？答，当然愿意，咱不能和人民币过不去。然后在这个时候啊，对方又拿出一份合同来说，您看一下。这类合同呢肯定是合法合规的，但毋庸讳言呐，他们通常对甲方比较有利。面对这份合同，你能不能协商改呢？也可以，不过如果意见太多啊，那就看谁更着急了。这时你会怎么做呢？我们要相信每个成熟的民事主体所做出的判断，当他们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们肯定就在心里面做出了权衡。但客观上接受这份合同后，若日后发生纠纷，甲方胜诉的概率呢就会大一些。以上4点啊，我把它称之为企业司法舒适圈。所以大家明白了吗？其实所谓的各种不倒、必胜、无敌，在法院面前也就是一个平等的民事主体，他们也有法律风险，只不过呢，他们会比其他民事主体更加注意法律风险，然后为了规避自己的法律风险呢，他们把很多工作都做到了前面，且即使后期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法律问题，也会想方设法的把漏洞给补上，以维持自己的体面与光鲜。但你别看他们表面多潇洒自如啊，真出了舒适圈以外的案子也慌，也睡不着觉，也得逼我们律师啊第二天一大早就出个万无一失的应诉方案。
更何况还有那些大厂斗大厂的案子呢？字节系和腾讯系，腾讯系和阿里系，阿里系和拼多多啊，几家巨头拿起法律的武器互殴的情况还少吗？然后你就理解那些战胜大厂的案子了。你会发现，只要你跳出大企业自己给自己设的舒适圈，对方就不是什么无敌手语必胜客，对方就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民事主体而已。我再举个例子啊，我们刚才介绍了字节跳动打官司也很猛啊。看法大的统计，18年的胜诉率是 95.12%， 但就在去年，字节呢也有一场官司输了，输给了一名叫何家岩的自媒体作者。情况是什么情况呢？据何家岩文章的自述啊，是19年的时候，何家岩就写了一篇比抖音让我们堕落更可怕的是今日头条让我们变傻，然后呢被字节投诉删除。4月份的时候啊，他写的张一鸣和他的流量帝国也被公关找到要求删文。同时呢，字节跳动副总裁李亮公开发文案，就说他的文章为谣言。然后在20年1月7日啊，字节跳动就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何家岩，在起诉状中啊，说他编造虚假事实，恶意侮辱和诽谤，要求赔礼道歉，并且和腾讯一起赔偿50万，行走的50万，这味道熟不熟悉？然后呢，何家岩怎么做的呢？他直接另起诉讼，除了起诉李亮和字节跳动侵犯他的名誉权以外，还直接状告今日头条侵犯了他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因为他发现啊，从19年到21年，今日头条平台上非法转载了多篇未经他授权的何家岩原创文章，所以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就出具了终审判决书，认定字节跳动公司呢侵犯了何家岩有关文章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判赔1200元。1200元多不多？不多。但这份判决做出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司法认定，在做判决前啊，字节自己可以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对于自己平台上的一些侵权内容抗辩啊，自己是接到投诉后删除就没有责任了。但这个判决明确说了，不可以，你自己呢要提前做好审查，平台公司呢不能通过避风港原则来消极逃避自己应尽的责任义务。如果平台上有侵权内容，你就要承担责任。这个判决呢，给所有自媒体作者维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判例参考，有极大的意义。所以最后我想跟朋友们说什么呢？我想说啊，千万不要觉得普通人在大企业面前就弱不禁风，就不堪一击了。不是的，大企业在目前的司法制度下也只是平等的诉讼主体，且已经有很多例子证明他们确实如此，不要神化他们。人类为什么需要法律？为什么会有原告有被告？正式宣判前要经过法院审理，还有1审和2审。用张麻子的话来说，设计这套制度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公平。我们也可以说啊，目前民诉法、刑诉法确立的庭审对抗的司法制度是相对最容易实现公平的制度。但要实现公平，靠的不仅仅是制度，还有自己的争取。什么是争取呢？当你觉得自己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维权就是争取；当你和对方站在同一个法庭的时候，做好准备就是争取。这世间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也没有什么无敌手。当你做好准备，堂堂正正的与对手双目对视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收获赢的可能以外，你还收获了一样非常宝贵的东西，这个东西叫自尊。平等诞生自尊。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私我很多的法律工作者，做视频不易，做中视频尤为不易。我们是认真在做普法的人。如果你认为本视频对你而言有收获，请一键3连并保持关注。我们下期再见。